那请我们严医生再给我们讲讲第3个问题。OK，我们看到必需的后位的缺失啊，比如说优质蛋白，还有那个非常好的动物脂肪的一个缺席。中医讲究的是五谷为养啊，五畜呢为宜，意思呢就是完全拒绝了肉类和高量的脂肪，身体就会缺乏生成气血的重要原料。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我们长期的缺乏会导致气血的亏虚以及气的不足，推动血液运行啊，力量就会减弱啊。我们认为血流不畅和血不足是濡养脏腑的功能就差，同时呢，肌肉也会出现萎缩，也会悄悄的流失掉。我们认为呢，脾脏虚弱就会使我们的这个肌肉进行一个萎缩啊，代谢湿浊的主力军。因此呢，肌肉少了，脾脏的功能就会更加的弱一些，形成一个负向的反馈啊。这台运行的机器效率就会低下，反而更容易滋生和堆积痰湿、淤血等等病理产物，形成一个虚胖或是干瘦但内带湿浊的体质。这又反过来让血脂血糖更加的难以清理。听医生这么一讲，真是恍然大悟啊！就原来呢，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是可能坚持的，它是一种偏颇的自虐式的清淡，对吧？是的，非但呢没有给身体减负，反而呢让它更虚了、更堵了。那么严医生就是对于很多这个味觉退化或者这个一辈子习惯了重口味的中老年朋友，那假如说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这样吃，我嘴里边没味儿，对，生活少了很大乐趣，咱们这个坚持咱们这个健康的饮食的感觉呢，它特别难。这种食物带来就是食之无味的这个感觉带来的不快乐，那在中医看来呢，会不会也是这个反映了成了新的一个病因呢？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呢，正好点到了中医的情志治病与脏腑相关的一个精髓啊，当然是会的。因为影响呢是又深又远。中医上讲，脾主思在志为思，而肝主疏泄，在志为怒。吃的不开心首先呢是伤到我们的脾胃脾胃呢是气血生化的源头，一旦源头不开心，化生的气血就不足不顺畅了。其次呢，情绪上的一个压抑、委屈，甚至是烦躁，会直接影响肝气的调达和舒畅。肝气就像一棵树，喜欢舒展不喜欢被压制我们肝气不舒呢，就会被横着走，我们称之为横逆犯胃导致脾胃呢更差，这就形成了一个吃上不开心的一顿饭，或是不开心的很久，我们的脾胃和肝脏就更加容易受伤所以呢，这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长期导致情绪的不畅，肝气的郁结，就会导致气血的逆乱影响血压，导致一个忽高忽低，甚至呢疾病进一步发展，成为肝郁化火，也会灼伤我们的阴液，或者呢是血糖的平衡。所以真正健康的饮食不是苦修而是要找到让自己身心都愉悦的平衡点。这也就是说，咱们不仅要会吃，是的，而且呢还要吃的心情舒畅。是的。咱们呢首先呢，这个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得，吃的要我们脏腑调和。这其实呢，也就是指向了一个比吃更根本、力量呢也更强大的一个层面，也就是我们的情绪它无形无质，却像一位藏在幕后的一个总的一个指挥官。是的，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牢牢地掌握着我们气血的运行和这个脏腑的平衡。这会不会是我们找的这个第2个呢，也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隐形的推手呢？是的。因为主持人呢提到一个中医非常重视的核心我们称之为是情绪。在中医学中被称之为是情志意思呢就是情绪和志向它呢绝不是虚无缥缈的想法，而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里的气机的一个运行。我们中医认为就是气很重要我们口语也讲的是人活一口气死了就没用了人活一口气，这确实对，是的。所以你可以把气想成身体内部一股无形的能量在流动的动力系统，它推动血液或是温养脏腑防御外邪。情绪就是指这个指挥过程中的这个力量和推动的一个指挥棒这样一个过程。
哦，那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就假如说，你看啊，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生闷气啊，是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焦虑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说呢，咱们心里总惦记事儿的时候，哎，咱们这个身体内部的这个气，它是怎么乱套的呢？好的，主持人，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借用一个中医学中最常用的一个比喻我们身体呢就像一个小的一个国王因为呢五脏六腑是里面的一个官员。各司其职，而肝脏呢，就是我们这个王国中的一个将军主管我们的输泄以及军队的一个统领，负责让全身的一个气机通达、调畅我们喜欢开朗或是舒畅的一个状态。当你长期的情绪压制，或者是焦虑以及抑郁，或动不动呢就发脾气，就可以让这位肝将军受到委屈，就会被激怒了他一生气呢，就不会好好履行输泄的职责。导致肝气郁结，接下来了肝郁化火，最后就是肝火化风气一旦被郁结住，就是交通出现了一个大的堵塞所以流通也会出现问题我们第一点常见的是气血堵在我们的头上气郁久了之后呢，还能够化火，我们称为是肝火的上炎这股火带着气血往上冲，就感觉到头晕头胀，甚至是面红耳赤这样的过程血压的一个指南针如果我们跟着上去了之后呢，这时候就典型的肝阳上亢或肝火上炎型的高血压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就气得我血压都上来了，那指的就是这回事对，你看我们大道理呢往往就是这么的简单，我们老百姓呢是日用而不知对。第二条呢，就是气血扰乱了我们的中焦肝气出现了横着走，我们称之为是肝气横逆犯胃可能会出现什么呕酸口苦等等，会导致脾胃的升降的失调，该上的不上该降的呢不降，导致一个出现了腹胀和暖气以及呢消化的不良，脾胃运化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就不能够很好的化为气血精微，反而成了我们的痰湿这样一个过程。你看堆在血液里就影响了我们的血糖和血脂第三条呢，就是我们的气血耗伤之后呢，我们的阴液也会跟随着一个耗伤我们称之为气血消耗阴液。长期的情绪焦虑思虑过度，还会暗耗我们身体的一个阴血，你可以理解为滋阴滋养宁静物质的一个基础阴血不足导致一个不能很好的使肝阳得到一个抑制，会导致血压的一个飙升，甚至呢心烦失眠、口干等等阴虚火旺的表现严医生讲的这个太形象了他就像我们身体里一位最重要的一个将军，闹了情绪，整个王国的这个秩序呢都乱了套。是的，在我们这个按时吃药想给血管减压给血液清固的这个同时呢，这位将军却在内部不断的制造紧张和混乱。对，临床上呢这样的情绪被拿捏的这个例子您见过吗？其实呢是非常普遍我们几乎呢是天天见到，因为我们的很多这个叔叔阿姨都是中老年的女性她们降压药呢没有少吃但血压呢总是稳不住忽高忽低，尤其呢下午和晚上是非常容易高的我们仔细聊下来才知道，他的儿女呢是工作忙自己呢也独居心里呢整天牵肠挂肚担心孩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你看我们的父母都这样子，总是担心自己的儿女好吧，所以呢又怕打电话打扰他们，所以情绪呢往往是一个忧愁或是烦闷的状态，这就导致一个肝郁气聚的一个情况，影响了气血的运行它的药呢是在努力的扩张血管，相当于是拓宽我们的道路，但肝气郁结之后呢，往往并不是简单的设置了一个路障，而是制造了拥堵就是像弹簧一样，并不是压缩了之后，而且它还会走向一个反的方向因此呢这是需要有一套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解决另一位周先生呢是糖尿病患者血糖呢控制的时好时坏，他本人呢也极其的自律，后来呢发现他性格要强每次呢我们测血糖的数值都不理想特别的懊恼自责，这种持续呢导致了一个思虑伤脾和瘀露的一个伤肝导致气血更加的紊乱脾脏的运化更差，血糖呢自然就更难平稳，陷入了一个血糖高焦虑以及呢气血更乱，你看一个负向反馈最后呢也导致了一个血糖的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情况
这听着确实得让人警醒啊！这个情绪呢，这位总指挥官呢，他一旦失调了，简直呢就从根儿上，对吧？是的，扰乱了我们身体的平衡。那么尹医生啊，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很多操劳了一辈子然后习惯呢，就是你看啊，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大多数的这个都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呢就习惯把话呀憋在心里边，或者呢觉得说，哎，我这脾气天生就是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是的，就是他们该如何意识到并打破这个情绪啊，到气血呀，到指标的这一个恶性循环呢？咱就说咱常劝啊，就别往心里去，对吧？是的。那确实他显得无力，就是除了咱们这个有意识的管理情绪啊，我们身体还有一个自带的最重要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和气血修复站。它的状态好与坏，决定了我们白天的情绪这底盘稳不稳，对吧？以及说咱晚上身体的修复深度够不够啊？这些，那就是说咱们这个睡眠睡不好，会不会是我们的第3个隐形的一个推手呢？主持人呢，其实说的是非常的对啊。我们在中医理论中啊，睡眠绝非是简单的一个休息，往往呢是一场至关重要的阴阳平衡和气血归元的仪式。尤其呢，对于三高啊这类慢性疾病，我们称之为是阴阳的一个失衡、气血津液紊乱相关的状态啊。高质量的睡眠和吃饭和吃药一样的，是治本的一个根本。那您能用这个中医的理论啊，来给我们讲讲，就是假如说我们睡着的时候，哎，我们的身体呢，到底是在进行着哪些关键点的一个修复呢？就包括说我们假如说这个有很多叔叔阿姨睡不好，这个一旦这个睡眠被打断了，那我们的这个三高就是很难再平复了吗？对，其实优质的睡眠是让身体自然的一个放松啊，我们称之为是阴血的一个滋养啊，阳气的一个潜藏。这样的一个黄金的修复期也就是说得睡得好，睡得好，能稳住三高，对，睡得好才能稳得住。一般的话，我们核心啊有3大作用啊，我们称之为第一条是阳气啊入阴，血压啊自稳。在白天阳气外浮啊主动活动，夜间呢我们的阳气入阴啊得以安眠。你看阳入于阴啊就非常的顺利，整个过程呢非常自然啊，我们血压呢也随之下降。心脑血管呢得以休养，若失眠啊、多梦，甚至呢打鼾憋气，我们阳气呢往往是浮浅啊，浮越来浅啊，气血呢导致一个扰乱的一个不休，心脑血管呢也持续的加班啊，长期的耗杀阴血，导致一个阴虚阳亢，血压难稳啊，这第一条。第二条呢是养血归肝啊，降糖呢是化脂。中医讲人卧则血归于肝啊，睡眠时呢，血液也是濡养我们的肝脏。当我们的肝脏疏泄，肝藏血功能正常，这时候才能够更加高效代谢的我们的糖分。是的。如果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肝气失养，疏泄也会失常，我们的糖脂代谢紊乱加剧啊。这时候呢，滋生阴火，打破了身体的平衡。第3点呢是心肾的一个相交，我们称之为是水火既济啊，心火向下走，而肾水呢往上走，出现了一个温和啊，就像冬天的阳光一样，很温暖但不燥热啊。深度的睡眠依然是乃心火下行啊，暖肾水。当我们的肾水上济降心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肾往往是平和的状态啊，思虑过度耗伤心液。或老年人随年龄的推移导致一个肾精的亏虚啊，会导致一个心肾的不交，引发失眠啊、早醒，继而呢干扰全身的阴阳气血，成为三高顽固不化的内在诱因。咱们说这个原来说这个一夜安眠啊，是的，它不仅仅是精神的一个修复，它更是咱们这个心呀、肝呀、肾、气血、阴阳，对吧？这一次深度的一个交融与修复。是的。睡不好呢，等于说咱们这个身体的根基在动摇。是的。那么尹医生啊，